对每个人来说，健身原本是一件好事，但有3种作死健身法可能会让你越练越虚弱哦。空腹健身，很多人在健身之前是处于空腹状态的，但是这样很容易使人出现低血糖、头晕等症，对身体健康很不利。1周选1天疯狂练，很多人呢上班没时间健身，就选择周末疯狂练1天，这种健身法是错误的，这样激烈运动很容易给肌肉、肌腱造成伤害。健身之前不热身，那这个误区呢是很多人都会犯的。上来不热身，直接就开始锻炼，如果是这样，也容易造成肌肉损伤，只会让你越练越废。所以大家呢别再盲目健身了，只有掌握好正确的健身方法，这样身体才会越来越好。平时保养身体也不能只健身，饮食也要多注意。建议大家呢没事多喝点养生茶，比如蒲公英茶、绿茶、苦丁茶等，这样身体也会感谢你哦。在生活工作之余，很多人会出现头晕乏力的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，大家呀不要忽视了。如果长时间脑供血不足会给身体造成伤害，那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方法。大家可以经常给身体进行一下拉伸。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一定距离，双手食指交叉向前伸直，然后上半身向前弯曲，双手同时向下伸直拉伸，注意双腿不要弯曲，要绷直，头也往下低，眼睛看向双腿，这样坚持10秒，慢慢起身站立，然后再做，这样反复的做3到5分钟就行。那这样拉伸身体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帮助。同时呢，还能够预防关节和肌肉僵硬，对身体大有裨益。当人上了一定的年纪后呀，很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那该怎么改善呢？用食疗的方法就很简单和安全，那不妨尝试下面3种食物吧。含钾元素多的食物。那钾离子有供氧的作用，能够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，提高记忆力。所以平时应该多吃一些富含钾元素的食物，比如黑豆、紫菜、芹菜等等。含抗氧化物多的食物。这类食物能够延缓血管老化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而脑供血不足和血管健康有关，所以多吃含抗氧化物多的食物也能够减少脑供血不足的几率，比如蓝莓、番茄、茄子等。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。那常吃这类食物能够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情况。我们身边的这类食物有鱼肉、胡萝卜、冬瓜。脑供血不足，如果脑供血不足，可能会有头晕耳鸣记性差睡眠不好的情况出现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几个方法。多吃芹菜，芹菜含有不溶性纤维和大量的钾元素，对血管有保护作用，而且钾离子还有供氧的作用，经常吃能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多吃蓝莓，蓝莓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，能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延缓衰老，还能够帮助保护血管，减少脑供血不足的发生。除了多吃这2物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耸肩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全身放松，然后2个肩膀尽量的往上提，停留片刻，再突然的落下。这样每天做100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，疏通血管，能够帮助缓解因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不适。现在的人运动的越来越少了，吃的也越来越不健康了。那这样时间长了，我们的血管就不知不觉的堵塞了，堆积了很多的垃圾，这对身体健康可是有很大影响的哦。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，有益血管健康哦。西兰花，西兰花富含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 以及类黄酮等营养成分。那经常吃一些西兰花，能够保护血管的弹性，对血管垃圾的排出有帮助。洋葱，洋葱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其中含有前列腺素 A， 能帮助舒张血管，降低血液粘稠度。那经常吃点洋葱，有助预防血管堵塞。
茄子是经常吃到的了。那茄子呀，富含维生素 P， 而维生素 P 呀，又是黄酮类化合物的一种。经常吃的话，可以呢帮助软化血管，增加血管的弹性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血管哦。当然年纪大了呀，眼睛就开始出现干涩啊、疲劳啊、视力下降的问题。那这时呢，就需要多注意保护眼睛了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改善视力，呵护眼睛健康。这个方法呀，就是按摩养老穴。养老穴呢，在我们手上，位置也挺好找的。先将一只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在手腕这里呢有个凸起的骨头，让另一只手的食指按住，然后再将手掌往里一翻，那食指落在的缝里就是了。按压时会有酸胀感，那按摩时呢，用食指垂直按揉就行，每次按3到5分钟，每天按摩3次。按摩这里呢，可以通经络、调气血，对改善老人视力模糊有很好的作用。很多人呀，在和朋友吃夜宵的时候，喜欢吃点海鲜，喝点啤酒，认为自己呢年轻，吃也没事儿。可是啊，当发现自己尿酸超标后，就后悔莫及了。那尿酸太高呀，不仅会引发痛风，还会损害肾脏健康哦。那尿酸高的朋友，不妨常吃下面3种食物，或许能够帮你促进尿酸排泄。茼蒿呀，属于碱性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多种氨基酸、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A， 有利尿消肿的作用。那经常吃有助尿酸的排出，对保养肾脏也有帮助。鱼腥草，虽然鱼腥草味道很特别，但是鱼腥草有消肿利尿的作用，对促进尿酸的排出也有很大的帮助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养护肾脏，预防痛风发生。陈皮呢有很强的利尿作用，它呢能够帮助增加排尿量，对尿酸的排出有帮助。那用它泡水喝，还能够帮助减轻肾脏负担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经常大吃大喝，海鲜啤酒不间断，突然有一天呢，就出现了痛风，疼得受不了。其实这都是尿酸高惹的祸。那如果尿酸高，平时就要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了。像我们平时吃的海鲜、动物内脏、火锅等，都含有很高的嘌呤，所以呢，尿酸高的人要少吃，这样有助稳定尿酸。除了要控制饮食外，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坚持运动。运动能增强身体素质，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能帮助稳定尿酸。第二，坚持多喝水。喝水对身体有很多好处，每天多喝水能帮助稀释尿酸，促进尿酸排泄，还能够帮助预防痛。现在不管吃啥呀，都越来越方便了，但因为很多人都乱吃，使得体内呢尿酸升高，最后引起痛风，叫苦连连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呢用吃来预防，不妨常吃下面2种食物，能够帮助促进尿酸排泄。空心菜呢是一种常见又营养的食材。空心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纤维素和胡萝卜素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。那经常吃空心菜呢，还能够帮助降低体内尿酸浓度，促进尿酸排泄，对预防痛风有帮助哦。折耳根就是我们常说的鱼腥草。折耳根中含有胡皮带等有效成分，有利尿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吃一些折耳根，对排尿酸也有帮助。那如果不想尿酸高，平时还要多喝水，少喝汤，坚持锻炼身体，这些对身体都有好处。很多人觉得尿酸高只会引起痛风，其实尿酸太高还有可能会给肾脏带来伤害哦。如果你体内尿酸高，那早上起床后没有出现3个异常，或许肾脏还没有被牵连哦。1. 早起后身体浮肿，那体内尿酸偏高的人要注意一下。如果早上起来发现眼睑浮肿或者是下肢浮肿，就要小心肾脏健康了，因为肾脏出现问题会影响身体的代谢，导致水分排不出去，所以呢早上就出现了浮肿的情况。2. 早起后尿液异常，早上排尿时若发现尿液颜色变深，并且呢有泡沫，也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的表现。3. 早起后感觉到疲惫，明明前一天睡得很好，但是呢早上起床还是全身无力，精神不好，那么也可能和肾脏健康有关。尿酸高的人要注意，雌激素可是女人体内的美丽激素，如果体内雌激素偏低的话，可能会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哦。那雌激素偏低，我们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第一个，皮肤会变差。若雌激素偏低，会使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，这样皮肤呢就容易发黄、长斑，没有光泽。第二个，月经不调。雌激素会影响到月经，如果雌激素偏低，会有月经周期过长或者是过短的情况，引起月经不调。第三个，经常心慌出汗。那经常半夜醒来还心慌出汗，这也是雌激素缺乏的表现哦。那雌激素不足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黑糖。黑糖和红糖不一样，黑糖颜色比较深，黑糖的营养价值呢也很高。那女性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不仅可以刺激雌激素分泌，还能够补气养血，有很好的保养卵巢、美容养颜的效果哦。得啦，就8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